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今天早上我们在Christchurch 在雅法的旅馆 Bed Emmanuel 醒来，然后呢旁边就是美丽的大海。现在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逛逛雅法，看看现在的雅法跟半年前的雅法有什么不一样。那首先呢，这是上次有介绍过的教会旅馆，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那集影片的话，可以点。那因为现在教会在做咖啡厅，所以这里的沙发变成了椅子。雅法很多的建筑物啊，都还没有被翻修，所以又没有人住，然后这样旧旧的。可是呢，有一些已经翻修了，就很好看，上面的房子。然后呢，轻轨已经开通了。如果想要知道租金的话，可以打那个电话。这个美丽的树呢是野枣哦。从 Christchurch 在雅法的住宿走到雅法的这个访客中心呢，大概是10分钟，蛮近的。走到海边也差不多是10分钟的距离。那雅法呢，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，会发现其实不是很干净，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它很多地方也都在维修啦，它的维修成本可能非常的高，所以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。那如果真的修得很美的时候，它也有一番的很特别的气氛。所以呢，就是看你在雅法的哪个区域啦，有些区域就是脏脏的，那有些区域修好了就很美。那这个是火车铁轨的轨道，如果你们记得我们在耶路撒冷有去过第一火车站，也有指给大家看过。那这边呢就是雅法超级有名的这个圆环，然后前面呢，等一下你们会看到雅法的钟楼，然后访客中心在那边。那这些也是棕榈树，就是野枣树啦，一样。那野枣在上面。慢慢的野枣。好，这个地图呢，就是雅法古代的时候的样子，它是有城墙的城市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在这里 ，You are here， 然后前面这边就是大海，地中海，然后雅法的城市是有城墙的，然后他说传统上认为教皮匠西门的家是在这边。然后城市里面有就是修道院啊、清真寺这样子。访客中心。那这是游客中心里面特拉维夫和雅法的地图。特拉维夫这么大，那雅法呢就是这一小块而已。那放大就是这一块有城墙的雅法，那这一块呢就是这一块。那如果你们来到雅法，你们也可以就是先来游客中心看一下有什么活动，像是现在暑假呢就有 open air 露天的电影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太空展的一些 tour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计划带大家看那个跳蚤市场。还有就是我们昨天我发现，现在雅法它有一个在地图上都还没有，但是它现场已经开始在试营运的一个文艺园区，有一点像是高雄博二那样子，就是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了。妈妈说看这些壁画多好看，以后就没有了。那这也是雅法现在的特色，就是很多这样子的小巷子，然后古味很重。然后你不要看太仔细，看太仔细有点脏，但是你看个大概就会觉得很有特色，有植物啊，有涂鸦呀，然后就是这个巷弄的感觉很棒。然后这里有一个人站在这里，看板而已。那这就是雅法的样子，就是生意也可以做到马路上，没有问题。那你看雅法的房子，我觉得很美啦。这里就是它最高，其他的就还好。好像我得过马路，不过不行呢。那这里呢，就是雅法的跳蚤市场。它是卖市场在前面，但是这区也算是跳蚤市场。
那他就卖二手的家具啊，还有其他东西。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来这里挑家具。那记得要杀价，很有古味哦。你看，小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子的那个玩具，骑马的玩具？然后感觉他们小学生的课桌椅都是用这样子。那这里都是灯具，各式各样的灯具。然后果汁店啊，现在果汁好贵啊，一瓶是20到35 shekels， 大概台币180到300块。然后里面也都是二手的一些饰品类的东西，这是包包啊、饰品、耳环那些的。这个不是二手的。这里就是除了二手的东西以外，还有这种蛮有气氛的这种小店。好，所以雅法的气氛就是这样，比较悠闲。那边有人在玩东西，玩棋子，然后喝咖啡，卖东西。奶茶店，boba tea， 太好了。然后跳蚤市场呢是在这里，这里是没有店铺的，它就是你们看，这家呢还有一个桌子放在这里。那前面呢是直接放在地上，像这样子，直接就是放在地上啊，这样子就是一个摊位，这样一个摊位。老板已经睡着了，有一些真的看不出来主题啦，就是好像找到什么就卖什么。跳蚤市场嘛，就是比较随性。大概从这里到那边，然后到那边这样。那逛跳蚤市场的这个技巧呢，就是你要有耐心，慢慢挑。那第二个，你不要周五的时候来，因为人会很多。你最好是挑像现在周四，反正周间的时候来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杀价，他都没有标价，价要从哪里杀我也不知道，从一半吧。但是有些人他听到一半的价格，他就会生气，就不一定我需要买那台车。最近啾啾的朋友都有那辆车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它的价钱合适的话，我也想要买。安息日用的这个美丽的餐具，然后家里的东西，里里扣扣的东西，收音机。谁把结婚照丢出来？这样可以吗？这也是放安息日面包用的一个板子，安息日用的蜡烛烛台，感觉材质还不错哦。然后这个已经不是我的年代了，这我不知道要叫什么，好酷哦。希伯来文的键盘，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话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它二手的东西也有中文的，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从国外过来的。现在以色列还在战争中，所以它没有游客，买的人就少很多了。地上的衣服1件5块，以色列人平均工资是1个小时30块，所以我真的不太确定这些店家他们是怎么样子维生的。后面这栋也在那个改建拉皮，不知道过半年后会是长什么样子。所以呢，也不知道几年后，也许这个跳蚤市场就没有了，被改建掉了，有可能啊。一个觉得很热的小孩，这是雅法的街道，这是主路哦，虽然只有2条线，但是也没有别的路了，所以这条路超级容易塞车。雅法的这个房子，1楼是店面，2楼我不知道在干嘛，在3楼我确定是没有在住，因为都是空的这样子，不知道之后会不会翻修。这个的2楼呢有大卫之星，然后2楼可能跟那样的2楼是一样的，可是它现在没有阳台了。那刚才看的那个钟楼呢，就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就是走了一圈了。好，跟跳蚤市场拜拜。前面这边这样蛮美的，这边是已经翻修了，左边，然后
右边就是原来的样子。这条美丽的巷子上去呢是停车场，还有上次跟大家介绍过的那个公园。如果要找那支影片的话，就去找就是上次请妈妈吃大餐海鲜大餐，然后我吃螃蟹吃到睡着的那一集。这家店蛮有趣，它是修门的，还有修窗户。工作坊，这个呢是雅法的国际学校，讲英文的。那这间学校呢，它160年的历史，到现在还是学校，很了不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产业到现在还没有卖掉啊，这是学校的一部分。可是，在这么精华的路段哦，人家这一间已经卖出去，然后做成一个饭店，高级的饭店。然后前面再下去呢，有另外一家，现在是做夜店。反正教会的产业呢就卖掉，然后变成了夜店跟饭店。就是这个教会的产业，然后现在是夜店了。那现在这里呢还是教会，东正教的教会。后面有阿拉伯东正教会，现在还在。这也是教会的产业的一部分。这个是十字军时期就有的防御墙，然后呢，这是刚才说的教会的产业，是天主教的，但现在卖掉了。外面这边是刚刚那个防御墙的延伸到这里，还可以在这里喝咖啡哦。那这个巨大的遗迹呢，它是一个望楼的底基。那我们现在呢就站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在防御墙的里面啦。然后这里是城墙内。那它的年代呢是13世纪。所以700多年啊！这条路呢往下走就是海边。那这几个店呢，在晚上的时候来，非常的热闹，都是人。现在白天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晚上哇是满的哎！这里越晚越热闹。又是这只金鱼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仓库区。如果你们有几年没有来雅法的话，会觉得说，怎么跟印象中不太一样？因为它现在这边呢，就把它设计的像是博尔园区那样子，有很多文青的店在里面，很美丽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工厂店，是最高2折，昨天排队很多人。噔噔，就是这边，你看有好几个这个仓库。那在特拉维夫北边，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园区。那南边呢，雅法这边呢，也有这样子的园区。里面呢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商店，跟环保有关。然后这边它还没有做任何的展示，但是以后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艺术啊，或者是活动，或者是可能就是小商店吧。那现在你看树都还小小矮矮的。因为真的才刚开始，然后这个地方连在 Google Maps 上面都还没有。进来喽，超美的。这是货柜屋的咖啡店，然后这边的店啊，就是像一个货柜屋为一个单位这样子。其实它的商店都还没开，只有那间有租出去，然后这2间有租出去，这样。这些店也有租出去，护肤的店啊，马赛克的店，厉害厉害。然后还有小剧场，2楼也有同样的树。这家店也是很美。等到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应该更多的商店都开了，然后你们就可以来逛。我们现在到楼上了，好像是一个共享办公室，也可能不是共享了，就只是一个办公室。但是有海景超强的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刚才下来的地方，然后这间好像是一个工作坊，可以做一些美术的东西。这可能是一个咖啡厅吧。Just a second. Just a second. 等一下。
等一下，这好像是卖二手的东西，像是杯子啊、桌子啊，还有可爱的一个旧铜做的椅子。这还蛮搞笑的，它是拿那个交通标志，然后做成别的东西，所以行人走路的这个变成了铲子。它改造前的样子，改造后的样子，改造前的样子，改造后的样子，改造前，改造后。牛仔裤的布做成的沙发，它真的是牛仔布哦，这是扣子。OK， 到下一间，好热好热。在2号仓库这边呢，有一个太空展，噔噔，太空展，哇，还有游戏，太好了吧！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查这个 Mission Rakia， 是以色列送的第2个太空人，第一个是伊朗雷蒙，然后第2个就是这一次的，它叫做伊旦。好。因为以色列它有送那个太空人到太空站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特展。这个就是国际太空站的样子。哇！厕所？太空人的食物是吃什么啊？哦，面跟蔬菜，他们的食物。所以呢，这是他8月的特展，太空展。然后之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特展，那是免费的，只是都是希伯来文还有阿拉伯文。小孩的劳作，蛮会拼的。这么多呀！好，我们现在出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现代的雅法港。古代的是在前面一点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就是在这个仓库的这个地方，一般游客不会走到那么远，但是现在很好看，推荐大家去，特别是如果有小孩的话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古代的雅法港，它就在这里上船，放船的那些货物，然后从这里不是上船啦，就是上岸，然后上船这样。那主要的商店呢，是在往现在旧城区的那个地方，现在这边比较偏远嘛，那你就沿着这边继续走。然后上次跟妈妈吃那个海鲜大餐就是在前面，那这边有其他的餐厅，然后还可以就是坐船出去。晚上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坐船出去看夕阳，也是很美丽。现在太晒了哇，现在真的好热。好。吃午餐，圆满的一天还没有结束。其实它也是仓库啊，仓库变成的餐厅，然后可以在这里看海，美美的。杯子好好看，有一点空啦，有点可惜。这是我们点的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这个是炸鱿鱼，不对，这是炸鱼，然后这是炸鱿鱼。然后刚点的时候，他就强调说这是前菜的分量。我们看价格也是知道了，因为60几块，但是实际上上菜我觉得分量还不错啊。然后呢，有点感伤，因为妈妈要走了，可能不是要走了，要搭飞机离开了，可能是明天或后天，目前还不确定那个飞机的时间。怎么会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会飞呢？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下次再跟大家分享。这个下面还有沙拉，我觉得蛮划得来的，你看，很有诚意耶，这个这么深哦。这个甜点呢？我们很失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离开雅法了，妈妈也是最后，最后的午餐，最后雅法的这个经验，所以吃这种拉比真的是很失望。马来币，你有话要说吗？马来币有没有话要说？我的旅游书里面有写一家的马拉比是好吃的，可以参考那一家。这家的别的菜好吃，但马拉比不行。然后呢，这一间仓库现在是一个剧院，哇，然后还有一个咖啡厅。这个呢是以前的这个灯塔，像海上面的船就可以找到雅法。
转角这边呢也有一间 Fish and Chips， 那它价位更划算，只是没有冷气。可是好处是它就离大海就更近。然后呢，这是给大家看的，就是这个阳伞啊是新的，之前没有，真的是这半年他们才，我好像这个甲板也是有扩建，然后阳伞遮阳伞也盖起来，然后这里就多了一些店，像我身后这家，他晚上的时候还会找 DJ， 然后就在这边 DJ 在这边，然后大家就坐在这里喝啤酒，就还蛮惬意的。看海水超蓝的，很漂亮。如果没有这么热就更好。然后这家是吃麻辣碧，我书上有介绍，但是还有另外一家我书上也有介绍。好，我们要走快一点，因为好热哦。在以色列有很多那种车，现在都快要挂车牌了。那以前的船呢，就在这里上岸，这跟刚才前面看的那种码头是一样的。这家画廊也是新的，画廊里面长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放在门口，就是犹太人家的门口会有这个门框护金夹，里面会有经文。然后这个1200 shekels。我们家的邻居跟我们说，他们家的mezuzah被偷了，就是门框护金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家的也不是很贵的，可是被偷了，超级奇怪的。然后 Kenny 跟路人开始聊天，他应该没有发现我们不见了。12支派的项链，这边呢也在修理，所以等到你们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是长这个样子了。还有一个新的甲板，甲板就是人可以走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有个亚洲的观光客，他 P 图 P 得好可爱，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更靠近海，看得更清楚，更舒服。这边呢也有咖啡店，到时候它的那个风景一定超好。这2家之前就有，3家啦，那边还有一家 Sylvia Coffee， 好可爱。走啦，太热了，太热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亚美尼亚的修道院。以前啊，拿破仑有打下雅法，他没有打下阿卡，但是他有打下雅法。然后这个修道院就有短暂的作为拿破仑士兵的医院。好，在大海的另一端呢，就是特拉维夫，跟雅法的这个风景线差蛮多的，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蛮有趣的。然后这是清真寺，就盖在大海旁边，所以叫做大海清真寺。以前的妇女也是要祷告，希望他们去海上捕鱼的先生能够平安回来，所以先生去捕鱼，然后妇女在这里祷告。真漂亮！这个房子要卖，它后面就是清真寺。然后清真寺的入口就在那边，就是那间清真寺的背面。然后这里应该以前就是给路人喝水的地方，或者是给动物喝水的地方。好啦，我们又绕一圈回到塔楼啦。所以今天走的范围大概就是古雅法，这个从头到尾，从南到北的这个城墙的距离不是很大。古代的城市，至少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古代的城市，其实都比你们想象的小很多，一下就走完了，半天就走完了。在以色列呢，他们用圆环，可是圆环就是大家讲默契。那我觉得很欣赏他们的一点是，他们如果看到路人，他们是马上会停，像这样，一定停的，没有红绿灯哦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我本来想要买那个桃子，然后去那个超市，结账的时候，居然他跟我说33块，因为1公斤要35块。可是问题是我平常买在耶路撒冷跟阿拉伯超市买1公斤是7块45，它差5倍，才1倍多一点我可以接受，差5倍我没有办法。所以好吧，好奇怪的结尾。但反正呢，这就是雅法。然后也希望大家以后来雅法玩的时候，更了解这个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希望你们可以有愉快的雅法的体验。
以后雅法有什么好玩的，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啊！拜拜。